有时候，真正的奇迹就藏在你最不看好的地方。世界上有些国家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，他们有石油、有矿、有土地、有市场，一挖土就是钱，一烧火就是能源。他们靠着老天爷的恩赐就能掌控全球的命脉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可也有那么一个地方，小到在地图上几乎看不见，穷到挤不出一滴油，也挖不出半颗矿，连自己的命运都曾经被别人决定过。那个地方叫台湾。我第一次听到台湾这个名字，坦白说没什么特别感觉。在我成长的世界里，台湾就是个被夹在强权之间的小岛，没有资源，没有军力，没有所谓国际影响力。但我完全没想到，这个看似弱小的地方竟然有能力颠覆我对国家强弱的全部理解。那是斯坦福的一堂国际关系课，教授是 Miller， 全校出了名的狠角色。他的课像战场，每个学生都代表自己的国家，要用数据、历史、逻辑打赢别人。一旦说错一句话，立刻会被围攻到体无完肤。那天的主题是什么决定一个地方能在全球秩序中站稳脚？教室一片寂静，来自23个国家的学生全盯着教授，像要打仗一样，随时准备出击。美国的学生第一个发言，底气十足，我们主导全球金融系统，掌握科技创新，还有全世界最强军力，这就是竞争力。他刚说完，中国学生张伟就举手，语气尖锐，美国的时代已经过去，我们有14亿人，有全产业链，有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制造业早就不是你们的对手能比的。火药味瞬间弥漫，沙特王子笑了笑，你们打打杀杀的，我们只要转个阀门，全球经济就停摆，真正的权力在我们地底下。日本学生推推眼镜，冷静补刀，资源会用光，但技术不会。我们靠精密制造抓住全世界的产业喉咙。德国学生不甘示弱，没有制造业，一切都只是空谈，技术才是现代文明的骨架。英国人轻咳一声，别忘了软实力。金融中心在伦敦，全球的法律系统都是我们那一套，文化制度，这些才是统治世界的无形力量。法国学生哼了一声，文化才是灵魂。卢浮宫、凡尔赛，文学、艺术，那才是让人尊敬一个国家的根。各国学生你一句我一句，越吵越激烈，空气像被点燃的火药桶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国家争面子。就在这时候，全场唯一一个没说话的人是来自台湾的林志豪，他坐在第3排，白衬衫、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再普通不过，不插话，不辩论，只是在笔记本上安静记录每个发言。德国学生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嘿，台湾同学怎么不讲话？没有什么想法吗？法国人跟着起哄，也许他不敢讲，毕竟台湾只是个小岛。有人笑出声，英国学生装作好心，台湾也可以加入讨论嘛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也可以试试看。中国学生张伟冷笑，台湾那只是我们的一部分，经济规模连我们一个省都不如。这句话像刀一样划过空气，几个学生偷笑，几个低头装没听见。我坐在后排看着那一幕，心里甚至有点同情他，毕竟事实摆在那，台湾确实没资源、没市场、没军力，在国际关系这场游戏里，他似乎没有筹码。Miller 教授看着全场，终于开口，够了，这不是歧视大会，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经验与价值。林同学，你愿意谈谈看吗？小型经济体要怎么在全球找到自己的位置？空气凝固，全场安静到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，所有人都在等他出糗。林志豪慢慢站起来，语气平静，在我回答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。教授点头，志豪环视全场，目光扫过每个国家的代表。如果一个地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资源，甚至被战争摧毁，被世界遗忘，但后来在全球最关键的产业里占了主导地位，你们觉得这是运气还是实力？全场愣住，空气瞬间冷静。志豪淡淡一笑，下堂课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没有任何天赋条件却能创造奇迹的故事。到时候请你们再决定台湾值不值得坐在这间教室里。说完，他收起笔记本，转身走出教室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我从没在课堂上见过这样的气场。那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台湾学生，竟让全班20多个国家的人闭上嘴。那晚我回到宿舍，脑子一直转，
全球最关键的产业，没有资源的小岛，它到底在讲什么？我查了资料，越查越震惊。台湾的半导体占全球市场60%多，台积电一家就包办了90%以上的高端芯片，苹果、特斯拉、NVIDIA， 没有台湾的芯片全都动不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被人嘲笑的小岛，其实支撑着整个世界的科技命脉。1周后，斯坦福那间教室又塞满了人，平常能容纳100人的阶梯教室，硬生生挤进快150个，连旁听的教授都跑来凑热闹。大家都在等那个来自台湾的安静男生。Miller 教授站在讲台上，声音低沉：“林同学，舞台交给你。”志豪点点头，走到台前，轻轻按下遥控器。第一张投影片弹出一张黑白的老照片，战后的台湾满目疮痍。他开口的那一刻，全场静得像时间被按了暂停键。各位同学，这张照片是我外公年轻时的台北，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，没有自来水，连吃饭都要用粮票。当时的台湾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石油，没有天然气，没有黄金，没有钢铁，我们唯一有的就是一群拼命想活下去的人。他停顿一下，环视全场，你们刚刚在讨论资源、军力、文化输出、市场规模，但我要说，台湾的起点是0。屏幕上跳出第2张图，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孩子在田边背课本。那时候我们连制造肥皂的原料都要进口，但我们不抱怨，我们选择学技术、学管理、学别人怎么成功。我们连工厂都不会盖，就派人去日本、去美国偷学、观察笔记，然后回来照做。我们从没觉得丢脸，因为学习本身就是生存。他顿了一下，你们知道吗？那时候台湾的 GDP 比菲律宾还低，但我们硬是靠学出了今天的奇迹。教室里的灯光有点昏，荧幕上换出一张彩色的卫星照片，台湾一块小小的岛，夜里灯火通明。今天这个没资源的小岛掌握了全球92%的先进制程芯片，世界上每10个手机有9个心脏来自台湾。你们说的 AI、自动驾驶、超级电脑，都得靠我们这颗小小的芯片活着。他扫了一眼中国学生张伟，语气平静却带着锋芒。而我们做到这一步，不是因为地底下有油，而是因为脑袋里有火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有学生开始轻轻鼓掌，但他抬手示意别急，这还没讲完。荧幕一换，出现了一串名字：台积电、联发科、红旗、鸿海、ASUS、MediaTek、HTC。志豪说，这些名字你们可能都听过，但你们知道吗？他们背后的共同点不是有钱，不是有人脉，而是他们都起家于失败。台积电刚成立时，没人相信代工有前途；联发科被笑是抄别人的公司； HTC 曾经是全球第一支智慧型手机的制造商，后来被苹果打趴，但他们没有抱怨，他们继续学，继续改，继续试。这就是台湾人的 DNA， 永远不服输。荧幕上跳出一句大字：失败不是结束，是再开始的信号。印度学生举手，可台湾这么小，怎么撑得起这种科技产业？志豪笑了，因为我们小，所以快；因为资源少，所以每一滴都用在刀口上。我们没法浪费，只能极致。我们的代工不是低端劳力，而是一种哲学，把别人的梦想做成现实。他讲到这里，荧幕换成一张照片，台积电厂区夜景，灯光白得刺眼。你以为这是普通工厂？错，这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地方。里面一粒灰尘就可能让价值几百万的晶圆报废。在台湾，工人进厂前要全身无尘服，要零气流，一个动作错了就毁掉整个生产线。我们把这种细节到疯的态度变成国家文化。法国学生忍不住说，那确实像艺术。志豪点头，没错，制造是台湾的艺术。接着他换上下一页，画面是一群工程师在夜里开会，白发的技师在指导年轻人。这就是台湾真正的财富人，不是土地，不是资源，是人。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，你要会思考，要敢挑战，要能解决问题，不是死背，而是动脑。我们不信权威，我们信证据，信逻辑，信努力。日本学生问，但多元社会不会吵吗？你们内部争那么多？志豪笑了，会啊，很吵，但那正是我们的力量。台湾是全世界最吵也最包容的地方。
你去看我们的选举，一堆人吵到脸红脖子粗，但选完隔天大家又一起去吃饭，因为我们知道不同意见不是敌人，是彼此成长的催化剂。他顿了2秒，语气放缓，民主不是混乱，而是学会在吵架中找到共识。英国学生轻轻点头，那确实是一种成熟。志豪走到讲台中央，神情忽然认真起来。台湾的竞争力不只是科技，也不只是制度，真正的底气是一种面对变化不怕死的意志。荧幕上跳出几张画面，中年工人重学自动化，老人学用智能手机，年轻人创业失败又再试。你看这些人，有人48岁失业，有人70岁第一次碰电脑，有人大学没毕业却自己写 AI 程式，他们都没放弃。他举起手，声音陡然变强，因为我们相信，学习就是台湾人的信仰。全场开始有人轻轻拍桌，像是在跟着节奏呼吸。志豪走进前排，语气放缓但更有力。石油会用完，黄金会挖光，科技会被超越，市场会被取代，但唯独一种资源永远不会枯竭，那就是人的意志。荧幕上跳出那张照片，一个80岁老人坐在电脑前学习，他叫王阿公，78岁开始学电脑，80岁学会用手机买菜、视讯聊天。他说，时代在跑，停下来就被淘汰。下一张照片是一群传统工人学自动化的场景，他们平均45岁，工厂被机器人取代后，他们没骂政府，没抱怨，反而报名职训班，从维修工变成程控师。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吗？我们要证明年纪不是问题。教室内一阵低语，有人眼眶湿了。志豪停顿，环顾全场，语气忽然低了下来。台湾的故事不只是经济奇迹，它是一种信念。世界再怎么变，我们都能跟上。荧幕上浮现一句话：能适应变化的人才能活下去，敢带头变化的人才能引领未来。全场再次安静，那种安静不是冷场，而是一种被深深击中的静。志豪深吸一口气，我们不怕变，因为我们会学；我们不怕输，因为我们会再来；我们不靠天，我们靠自己。志豪把遥控器放下，双手自然垂在身侧，像一位站在断崖边却毫不畏惧的领队。各位同学，我再问一题：一个社会怎么把吵变成墙？荧幕弹出一连串画面，选举造势、立院攻防、社群论战、里长办公室。他笑了，你们看到的是嘈杂，我们看到的是校准。我们确实意见很多，但我们透过程序把分歧收拢成可落地的方案。民主不是把对手打趴，民主是把对手变成明天的伙伴。停1秒，让字落地。所以我们推法规、推产业政策、推数位转型快，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，而是因为我们吵到一个可行版本。这是台湾的肌肉记忆。有人点头，有人下意识把笔记加粗。他切到下一页，教育不是口号，是画面。夜间部、社区大学、企业内训、线上课程。我们从小就被一句话洗脑：再穷不能穷教育。但我们后来懂了，教育不是文凭，教育是解题能力。你给我一个新问题，我就组一个新方法；你把规则换掉，我就把学习曲线加速。印度同学举手，这种一直学，压力不会爆。志豪点头，会，可我们把压力转成纪律，每天进步1毫米，10年就是一条产业链。他把投影片换成一张图，一条看似普通的供应链地图。你们看到的是地图，我们看到的是信任网。一家厂交期不稳，良率不稳，资讯不透明，整条链都会重感冒。台湾厉害在哪？准时、干净、可追溯。这3个字让全球把关键订单丢给我们。他抬眼，你说规模，我们不跟你拼大拼粗，我们拼关键1寸，那个没有我们就全线瘫痪的关键1寸。地缘的风会变，品质的口碑不会背叛，这就是台湾制造就是不一样的底气。第4部分，护城河不在地图上，护城河在哪？不是在边界，是在脑回路。他打开一张照片，无尘室里，工程师比着手势。你以为我们只会代工？代工是一种能力分工的顶级形态，把客户的幻想变成可量产的秩序，把理想的偏差值压到工艺容忍度以内。在时间、成本、良率3角里逼出第4个角，信任。德国同学挑眉，听起来像我们的工业哲学。志豪笑，你们是钢铁般的标准，我们是水一样的适应。
遇到瓶颈，台湾会绕、会钻、会重新定义工序，但绝不把差不多当合格。他丢出几个场景，短促有力：凌晨3点换线，中午12点回报良率，傍晚客户改规格，隔天早上就出新试片。你以为这是加班文化？不是，这是供应链的战斗节奏，全场屏息。所以当世界需要更小、更快、更省电的晶片，当 AI 的模型把算力需求推到天花板，当汽车变成轮子上的电脑，你会找谁？你会找能把不可能变成可量产的人，那就是台湾。他忽然把声音放低，有资源的地方，自信来自地底。台湾的自信来自手的稳，脑的清新的直。第5部分，危机压缩法，让小岛变主场。他换到一张时间线，金融风暴、供应链中断、疫情、原物料震荡。我们吃过每一种亏，所以学会压缩复原时间，不是说不跌，而是跌下去的时间比别人短，这叫恢复力，也是今天企业最贵的能力。英国同学插话，怎么做到？资讯透明，协作密度，决策授权，工厂现场有权改动流程，第一线看数据的人有权叫停，供应商提早接到风险讯号。快来自信任，信任来自纪律。他顿一下，这种能力一旦形成，外面很难复制，因为那不是设备，是社会的运作习惯。第6部分，把小当武器。台湾小吗？是小，代表反应半径短，政策试点4周见效，产线改款1季回收，新创验证半年出海。小，让我们的学习闭环更快。他指着荧幕上一行字，规模不是胜负手，速度才是。而速度的前提是对彼此的深度信任，政府、产业、学界、资本、社会之间，把彼此麻烦变成彼此加速。有人低声哇，有人用力划线。第7部分，我们的幸福感来自可复述的人生。后排传来疑问，那你们会不会很苦？幸福感不是会掉。志豪笑，我们的幸福不是没有压力，我们的幸福来自可复述的人生。今天做的努力，明天看得到进步。我为团队付出，专案会变好。我陪家人吃饭，感情更稳。幸福是能被验证的价值感。他眨眨眼，排名指标，你们看报告，我们看日常。菜市场有人教阿姨用行动支付，李明大会有人帮长辈装视讯，社群里工程师分享 debug 记录，设计师开放模板让学弟妹练习。这些微小的连结就是台湾的巨大底盘。第8部分，把 AI 当伙伴，不当敌人。AI 会不会取代我们？他反问，停3拍，会取代不用它的人，不会取代把它拆成工具的人。画面切到几个场景， SMT 线上用电脑视觉抓瑕疵，屏保用模型做异常侦测，采购用数据拉提前期，业务用 Copilot 写标案框架。台湾的方向很简单，让 AI 进流程，而不是进恐慌。我们把它放进制造、客服、财务、研发，每一个环节都多一点精准，多一点时间被释放。AI 不是来抢饭碗， AI 是让饭碗更稳。第9部分，世界不是零和，信任是正和。他走下台阶，贴近第1排。你们一直用零和在想世界，你多我就少，但台湾的经验是正和。我把良率做高，你的产品卖更好，我的毛利更稳。下一代的研发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投，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。沙特同学沉吟，那我们的油呢？能卖的就会有替代，不能替代的才叫护城河。你们有地底的能量，我们做地面上的算力血管。世界2条命脉，一个驱动引擎，一个驱动脑。第10部分，答案不在资源表，在价值观。志豪回到讲台中央，把遥控器放下，像放下一把刀，声音沉稳道，可以切开空气。台湾真正的资源是人的意志，石油会干，金矿会空，技术会被追上，红利会用完，意志不会。它让我们在失败里长出方法，在吵闹里长出共识，在危机里长出肌肉，在小国里长出大格局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台湾好在哪？好在把苦练成本事，把本事练成信任，把信任练成产业。好在把小变成快，把快变成准，把准变成不可或缺。好在我们真的相信明天可以更好，然后每天去证明，这才叫国力。教室安静，真的安静，那是被说服、被鼓舞、被点火的安静。然后掌声炸开，不是礼貌，是宣告。有人站起来，
有人吹口哨，有人红了眼眶。米勒教授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力鼓掌，像在为一支刚赢回主场的球队庆祝。我是 Michael， 我在权力的城市长大，我以为世界只看资源、军力、版图。那天之后，我懂了，真正的强是能把人民变成更好的自己，真正的富是让信任在社会里自动循环，真正的安全是跌倒了也能比别人更快站起来。台湾做到了，不靠地底的宝，靠心底的火，不靠别人给的定位，靠自己长出的路径。果然，台湾制造就是不一样，那不是贴纸，是3代人的纪律，不是口号，是一座岛的意志。如果你问我世界中心在哪，我会说在每一个愿意学、愿意改、愿意负责的人心里。而今天，我在一座小小的岛看见了最大的中心。